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现在是晚上9点钟。我现在在回家的地铁上边。今天帮土耳其的一个老外联系中国的公司，因为土耳其的公司他们想开拓自己的市场，想要在本地建一条打印机配件的生产线。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技术，然后老板也不懂英语，所以就是让我帮忙去帮他联系。今天的下午和国内的一家公司开会聊了3个小时，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然后明天可能就是要再讨论合作的一些具体细节。为什么我参与到这个事情里边了？因为前几年在国内的时候，老外就需要我给他帮忙找一些国内的公司，然后我也参加了展会，就是19年10月份的时候参加的展会。展会上就得到了一些中国厂商的联系方式。这次来了以后，老外他又提出来说想让我帮他联系中国的公司。我就试着联系了一些以前留过联系方式的公司。然后今天下午就在老外的办公室就开始和中国的公司去讨论这个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的模式。算是几方都已经有了良好的合作意向，明天会谈具体的细节。为什么我会参与到这个事里边呢？因为老外他不懂英语，然后之前和国内的一些公司可能也有过联系，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国内的公司可能并没有做出来相应的回应。所以就是因为我在这边的话，可以给他们做一个信息的转述，这样国内的公司也比较好理解。今天下午的这个会议呢，是有6个人参与，中国那边有3个人，然后土国这边呢也是3个人。因为土国这边除了这个公司的老板，还有一个我的土国朋友，主要就是土国的朋友给这个土耳其的老板翻译，然后呢我再跟这个土国的朋友再用英语去交流，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一个交流目的。国内的公司也不是特别对于这种合作的事情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通常来说联系公司的负责人是很难联系上的，然后联系业务员的话，业务员又对于这种合作的话比较抵触，因为业务员他希望的是能拿到业绩，销售业绩，对于这种公司层面的合作可能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还好我之前参加展会的话留了一个国内公司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就从他这里作为突破口就和目前的这个公司联系上了。当然我做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话
我是想尽可能的能体现出来自己的一个联络的价值，因为只有把自己嵌入到某一个人际网络中，然后才能体现出来自己的价值，也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商业机会，因为许多人他的价值体现必须要在人和人的这种网络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是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如果你只是看看山山水水，看看旅游的一些景点，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只有把你嵌入到这个当地的人文环境里边，也就是说你和当地的人发生一些交流，业务上的交流或者是情感上的交流，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来你的这个不可替代性，你才能体现出来你的价值。因为我的初衷是在这两个公司的合作中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尽量的避免一些合作风险以及互相之间不知道的信息差。所以在交流的时候，我也会替双方的公司来考虑一些风险性的因素。目前看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头。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